第一个买车，第二个就是在钢锤上找房跟移动，第三个呢，你都搬家了，当然是要工作需要装备。第四个，刚才讲的很重要的，找工作最重要的，有关系靠关系，没关系拉关系。第五个就是刚才的找工作三部曲啦。最后呢，就是第六个，开始当台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Logan 的频道。今天要来跟大家谈的是农场找工作经验谈。Logan 在澳洲呢，总共工作了1年半，都是农场，而且我也有做过日结的黑工，所以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Logan 怎么去农场找工作的，还有黑工的工作内容到底是什么。先讲讲找农场工作的过程好了。首先呢 ，Logan 在语言学校结束之后，我就准备移动到农场去工作。虽然说肉场的薪水会比较高，但是 Logan 因为小时候家里宗教的关系都吃素的，所以对于肉类那一种荤味或是腥味，我是没办法接受的。所以肉场跟海鲜场就被我打枪啦。至于 Logan 我怎么决定我要移动到哪里去找农场的工作，就是当初语言学校的同学他在结束之后，他移动到 Gayton， 然后说 Gayton 附近很多农场，那我就跟着过去咯。但是在过去之前 Logan 是有买一台二手车啦，我是找修车厂的老板去买了一台二手车，还蛮便宜的小红车，3门的。如果大家看过我之前的影片，就看过我那台小红车了。没有说很高级，但是就代步用而已。而且在找农场工作，你有没有车是一个很大的优势。不管你自己要去买东西啊，找工作，甚至你自己想要出去玩，都可以，想走就走，甚至也可以交到很多朋友，因为还蛮多人他其实是没有买车的，所以这就是你一个很大的优势。只要你在离开之前再把它卖掉就好了，反正当初买二手价格不会很高，我当初买的好像价格在澳币2000块，然后有杀了一点价，总共是1800，不含 Regal 那一些的。然后去到 Gayton， 第一个步骤当然不是马上就请你准备就过去了，又不是你马上过去就有房子让你住。所以呢，我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上Gumtree去搜寻一下有哪些房子出租，然后去看一下房子，跟房东谈完之后，我就搬过去啦。搬过去也不是马上就会找工作，我是先跟室友认识，然后讨论，因为室友已经在工作了嘛，农场他们也做了好几个月了，我就去问他们说要买哪一些装备。装备在 Logan 这一部影片里面也有讲，建议大家要买哪些装备，所以我就去当地的 COS、LD 去买了一些农场用的装备。再来呢，就开始了我的找工作3部曲。第一个大家一定都会先做的，就 Google 一下网络上有哪些在附近的农场，就是开始寄 email 履历去给人家。通常大部分石沉大海，我也不会去等人家回信，我就马上开始我的第二步，把一些朋友提供的一些工头的手机电话清单，我就开始一个一个传简讯去做应征。传完之后，有些会回，有些不回，有些好几天才回，反正绝对不会有人当下就回你。所以马上进行第3步，扫农场。我就开着我的小红车，把 Google 上面只要是地图上有农场名称，但是没有 email 也没有电话的农场，我都扫了一遍，去登记我的资料，或是直接拿我的履历给他。但是非常不幸的是，那时候可能 Logan 我去的季节不太对，大家不怎么缺工，所以我就是
全部石沉大海，跟大多数的人一样，所以都没有找到工作的状况之下 ，Logan 我就只好去打听到，在镇上的加油站，每天早上5点钟的时候，会有工头去那边固定拉一些人去做黑工。这时候我的有车的优势就出来了，因为工头一过来就问说：“我需要几个人？谁有车？”然后我马上就举手了，所以我就很幸运的得到这份黑工，是在玉米田帮忙做收成的。工作内容呢，就是澳洲人他开了一台农耕机，前面放4个大的白色的柄，然后人就分散在前面走，看到玉米就直接这样把它掰下来，然后往后丢进柄里就好。但是既然你是黑工，就不要想说什么人权。有时候他开得快，你就要动作快。我看过好几个都被他撞到屁股，是没有到碾过去的那一种啊，但是就是他撞到就会停，但是他要撞到他才停，整个就是很白烂。但好处就是说，当他那个病满了，他要回去换病的时候，就可以休息一下，可以当场吃一点玉米，因为很多其实就已经成熟啦，掉下来，不管怎样，它就掉在地上，我们就直接捡起来吃，扒开，因为玉米都有包的嘛，把它扒开来吃，非常甜，都是有机农场在生产的。但是这个黑工做了3天就没了，毕竟它只是一个短期的工作。但幸运的是，我的好朋友卢卡，我的室友。他就有一天看我还在找工作，那时候我已经虽然黑工做了3天，但总共到这个地方搬来这里，搬到 Gayton 已经过了3个礼拜。找工作就是遇到瓶颈嘛，他就叫我早上跟他去，他早上去农场遇到老板，就直接跟他讲，我是他的室友，很肯做，也是新来的，还有很长的签证时间，用他的名义帮我做担保。老板就说好吧，就让他来试一下。我就这样得到了我在澳洲的第一份白工疆场，我总共做了10个月。所以呢，找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关系，有关系靠关系，没有关系你就要拉关系。而且每一个国家的人，他的资讯来源是不一样的。台湾人有台湾人的群组，韩国人有韩国人的群组，欧洲人也有欧洲人他们自己的群组。所以找工作的地方群组资讯来源都不太一样，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广交各国的朋友，这样你才会有更多的工作机会。俗语说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，就是这里。如果你没有关系的话，那就真的很靠运气了。毕竟对于老板来说，我付一样的薪水，白人黑人就比较快嘛，体型比较大，可以做很多出众的活。拉丁人跟亚洲人相对来讲体型比较娇小，可以做的出众活就跟着更少了。尤其农场工作，男生比女生更有优势，所以亚洲女生是最不好找工作的。后面呢，我离开疆场之后，又开始了我的找工作3部曲。幸运的是，我在2周后就找到了一间生菜场。生菜场是因为这个经理他之前有用过台湾人，所以他非常喜欢台湾人。虽然说他们说没有缺，我一样去到那边写资料，然后自己有车，他给你写的表格上面还会写说你有没有车，这就是我的优势了。所以说隔天他就通知我去上工了，真的是运气非常好，间隔没有说很长。最后呢，我就来帮大家总结一下 Logan 整个找工作经验的流程给大家。第一个，买车一定是最重要的，这绝对是你一个很大的优势。最后你还是可以把它当2手车卖掉。我那台车其实也不知道是4、5、6、7、8手，但是可以开就好。第二个就是在钢锤上找房跟移动，这部分为什么建议在钢锤上找呢？因为钢锤上比较多的是澳洲当地房东在用的。如果你是想要跟 Logan 我一样，不管是工作还是在家，都想要增进自己英文的进步，就比较想不要跟台湾人住在一起，或是中国人、香港人这种讲中文的，想要
让英文进步的话，就建议你在Gumtree上找。不然的话，如果你觉得说还是要一群人这样可以讲中文，你才比较有安全感的话，就建议你在 Facebook 上面找，很多群组，很多台湾人、中国人在那边做二房东的，这个你就可以去做选择。第三个呢，你都搬家了，当然是要工作需要装备，就是去买农场的装备。第四个，刚才讲的很重要的，找工作最重要的，有关系靠关系，没关系拉关系，能进去，你后来再怎样报答人家都可以，先有收入再说，不然没有收入又人生地不熟，真的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。第五个就是刚才的找工作三部曲啦，最后呢就是第六个。开始当台劳，这就是 Logan 我找工作的经验谈。当然，生菜场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故事啦，会在另外拍一部影片跟大家说明生菜场的工作内容。最后 ，Logan 在这里祝福大家能顺利找到自己想要的工作。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农场找工作经验谈，不要忘记帮 Logan 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喽，ciao。